哎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14号星期日，今天起晚了，今天特别困，就多睡了一会儿，感觉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感冒刚好，昨天和周三的2个强度，就感觉就包括这个牙疼、牙周病发作，免疫系统有点不强大。这几天身体的表现就是不是太有动力，所以正好今天咱们聊聊，就我其实很少见的，在我身上，但是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会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。正好今天6点45约了观众，还有5分钟，我还有500米就到约定的地方了。是您约的我吗？哎，又见面了。哎，没留在东京看世锦赛啊？啊，对，那个我买的票是下周日的。下周日，这是最后一天。那边场地的那个。哦，明白了。今天女子马拉松，明天是男子马拉松。有点遗憾。今天早上您什么计划？今天轻松跑，今天还是有点累。我能跟你跑一圈，我就回家了。我也差不多，我这也是稍微有点受伤，前1周左右把脚扭了。怎么扭的？就是下楼梯哦，然后就往外崴了一下，撇了一下。严重吗？就还好，就休息停跑大概1个礼拜，正好那个礼拜也比较忙，现在客户。哦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从周3晚上开始恢复跑，到今天。那现在跑步疼吗？大概也行了，这现在打 taping 了，就是。没什么感觉。那就没事儿。和朋友分开往家跑了，今天就跑10来公里结束。就我判断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只是单纯的累，就是觉得跑不动，但是呢想跑；有的时候呢你是不想跑，但是不累；有的时候是又累又不想跑。我现在这状态就是感觉不是太兴奋，其实不太累。就是你可能会感觉有那么一种感觉，就是突然被某一个烦心事儿就特别容易影响情绪的时候，说明就至少对我来说，身体可能出了点小问题，就太疲劳了，这段时间要调整。我这个就这周大概周1、周2开始突然开始牙疼。牙周病发作那种，然后一开始觉得还好，因为就一个牙疼嘛，然后慢慢觉得不太对，感觉是不是跟刚刚感冒什么的有关系？就感冒刚好那1、2天突然开始了，然后就突然觉得，就你有那种感觉，身体变弱了，这感觉不太好描述。还是我说那话，原来我也不这样，就练得多了以后就敏感了。就你会能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状态。在这状态下，我就觉得说我今天要调整一下，因为本身我的计划是明天就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正好这边是节日，是连休，就明天是休息日，我可能自己跑一个强度。之前计划是今天减强度不减距离，但是现在我就调整，就这样。我觉得马拉松训练是需要有连续性和毅力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你跟大家说你觉得不舒服就停下来，因为你本身没有具体的不舒服，就是感觉不舒服了，这感觉不一定准确。我现在也不能判断我的感觉准不准确，只是试一试，但是还是要保持基本的量。快要到赛季更是这样，就是小心不要生病，不要受伤。一般马拉松练久了，耐力运动练久了，对生病这个事儿是有预感的。这并不是伪科学，真的，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哪儿都不太对。这也是我鼓励大家多跑的原因。它其实可能跟训练的年限关系都没那么大，就是
你适应了一定的强度以后，就身体训练的强度变大了，坚持一段时间。我第一次有这感觉，就是一方面觉得吃能量胶的时候，吃补给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会有感觉那种充能的感觉，就是觉得身体有反应。差不多就是我刚开始把跑量加到400一个月的第1年结束的时候，就很突然，就感觉好像身体对补给、对饮食、对休息更有反应了。这在以前没有，在以前完全没有这感觉的，就很奇妙。而这个感觉其实是有利于你进一步训练和比赛的。就是你就更能知道什么时候要休息，怎么休息，什么时候要吃东西，怎么吃。否则其实就跟大家分享我刚开始跑马拉松，为什么昨天直播小伙伴问马拉松4个小时怎么吃能量胶，我说其实怎么吃都行，因为可能大家有一样的感受啊，就是你马拉松在4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或者更慢的时候，其实能量胶你觉得你吃不吃不重要，你不吃也没有觉得说身体很需要它，你吃了呢也没有觉得说因为有了它就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，好像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跑得还不够的表现，这很正常。今天得看看预约那看牙的医院能不能给我提前2天，去买个水回家，咱们待会儿再聊。9月14号星期天，我就跑了不到12公里，特别累。刚才一块跑步那位小伙，见过好几次的朋友，在东京工作，马拉松2小时51，也跟我说跑不动，真的跑不动。说在东京的时候，就都只能白天跑健身房。这2年感觉，大学先生跟我说看气温吧，好像没有比以前热，但是事实感觉上就是特别热，然后闷喘不上气来，一跑起来感觉那空气呼在身上了。今天正好调整一下吧，调整一下。最近调整的太少了，最近总是想说，休息1天或者休息1天半，然后就能回到之前就悉尼马拉松之前的训练状态。但是其实从悉尼马拉松之前那段时间强度上有点大，因为我是想在夏训的末尾把强度顶起来，确实是有体现出了效果。你看悉尼马拉松跑的还不错，但是这持续的强度之后不是1天2天能休息的。这段时间调整一下训练逻辑，就是昨天直播小伙伴也在聊，极化训练。极化训练其实也是调整的一种手段，就是该强的时候强，该弱的时候弱。今天穿插一个低强度，明天看看如果牙齿好一些的话，明天就跑一个，就自己跑一个小强度。如果状态一般，明天就跑一个匀速的轻松跑。就训练这东西，你说课表有用吗？课表应该是有用的。如果有特别靠谱的课表适合你的，或者根据你的情况去制定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但是如果你是自己训练自己的话呢，大可不必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架里，差不多就是你自己随着去调整。但是前提是得为这个事情觉得我想练，最起码就是我有主动练的意愿，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过于的放任自己吧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说这么多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